今天我们要试车，试的就是这一台 Volvo 推出的最小台的电动 SUV Volvo EX30。Let's go。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大家有没有觉得几年前啊，要看到一台电动车都非常的困难？有看到了，你就会趁机啊，去问一下那个车主说：“哎，你这个电动车到底好不好开？续航力强不强？那你要到哪里充电？”这样的电动车的问题哦。不过从去年前年开始，你就会发现，哎，到处都是车牌是1开头的车啊，也就是电动车哦。但你可能也有感觉到，为什么这些电动车都这么大台，而且以大型的 SUV 居多？没错，电动车就越来越做越大台。喜欢小车的就没有人权了吗？难道我就没有小型的 SUV 可以选吗？哎，不用担心，现在有了哦。我现在开的这一台就是 Volvo 新引进的 Volvo EX30，它就是属于小型的 SUV。它车长呢大概4.2公尺左右。那车重呢？是1900公斤。那车重的部分其实是比一般的电动车还要来得轻一点。那车高的部分大概只有150公分左右附近哦。那这样子的车长、车高、车重，它其实就很非常方便，甚至它可以停到机械的停车塔里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刚刚讲到车长的部分，这样4.2公尺的车长算短吗？哎，它真的非常的短。我们以非常流行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来看哦，那车长是比这台车还要来得长一些，甚至像是你上的 Kicks 都比这台车还要来得长，所以 EX30 真是非常的小巧哦。那现在我开的这台版本呢是EX30 Ultra 版本，它是双马达版。那预接单的价格呢是179万，这台车的动力非常的好啊，0到100加速只要3.6秒。不过你觉得，这个179万还是稍嫌有一点贵，而且我也可能也不需要到就是0到100 3.6秒这么好的那种动力。那你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有，在下半年呢，Volvo 会引进单马达的版本所以在单马达版本引进来之后，车价呢应该会比较漂亮一些啦所以你如果想要去用很好的价格去买到豪华品牌的电动车，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至于其他的规格、外观还有驾驶的体验怎么样呢？好，接下来我就分享给大家 ，Let's go。Volvo EX30 外形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车灯的部分，这是车灯延续雷神之锤的意象设计，加上了 Pixel 的风格，感觉起来超级活泼的，非常符合小型 SUV 的动感。另外在尾灯的部分，辨识度也非常的高，它以双层设计，下方尾灯是以中括号的设计，那上方是直立的尾灯。那这次尾灯的亮度非常均匀，对于细节控来说，一定会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艳的地方就是无边框的后照镜，这通常只会在超跑上看到没想到居然在小型 SUV 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外观的细节上做得非常的好。前车盖呢是以棒形的设计，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前行李箱，大概有7公升，不算大，放一些小物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轮圈部分是采用19寸的双色轮圈，走在路上的辨识度也是超级的高。整台车的外形非常有运动风格，虽然风阻系数是中规中矩的0.28，不过以 SUV 的标准来看，其实还算可以。Volvo EX30 内装部分的细节就更多了，一进到车舱中就可以看到12.3寸的直立触控面板，感觉真的很像一台平板电脑放在上面不过里面的细节我们等等再讨论车舱的内装非常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风格，毕竟是瑞典设计的车，所以感觉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车窗饰板是以异材质搭配，除了素面的饰板以外，还加上新沙维利饰板。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非常有趣啦，即使有些灰尘毛屑掉上去，也不会感觉到很脏所以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就让大家自己判断。座椅的部分是采用松脂提炼的直燃皮，乘坐的舒适性非常好，试车整天下来，其实没有什么闷热感那座椅的浅蓝色设计有种轻盈的感觉，不过感觉应该比较容易弄脏吧这个也让大家自己去判断。
座椅的调整是以四方形按键控制，中间的按钮可以切换调整的部位，使用上蛮直觉的，直接依照想要的方向推就可以了。萤幕上也会出现目前要调整的部位是哪边哦，那是非常直觉的设计。后座空间部分是小型 SUV 比较大的问题所在，也是 EX30 少数让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以我173公分的身高调整驾驶座之后，后座膝盖跟座椅的空间大概只剩下一个拳头的距离，压迫感会比较强一些哦。另外座椅也比较低，让大腿其实会有一些悬空的感觉。如果以车室设计来说，比较适合小孩还不大的家庭，或是后座需求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使用。车顶是全景玻璃设计，可以隔离80%的紫外线。不过试车时天气不会很热，所以没有特别感觉到隔热的效果。这部分要等到夏天时再来试试看哦。不过全景天窗就是帅啊，但这部分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哦。车厢里面还有5种气氛灯，这个设计也不错。虽然平常应该不会打开它来使用，但如果等老婆逛街购物时，就可以一边听音响一边开气氛灯，好好享受一下哦。话说这是音响超强大采用 Harman Kardon Soundbar， 在前后座平均分配了8颗喇叭以外，后行李箱还有一颗重低音喇叭，整体的音响体验很好我自己试了听自己的节目也超棒了哦。北欧设计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因应冬天的夜晚非常的长，所以必须要让你在同一个环境下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厌烦。这个就非常符合电动车的特色，你可以不用开引擎就可以享受车上的空调跟一切的设备，所以这是 EX30 的车舱设计，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车门边并没有窗户的升降开关，现在这个开关都集中在中央扶手，所以要使用的时候必须要适应一下。Volvo EX30 还有超多收纳空间，官方说有18个，除了刚刚提到的前行李箱以外，还有也不算大的318公升后行李箱，把底板拿起来之后还能多出一些收纳空间。如果要去卖场买大型的物件时也可以把60分离的后座往前倾，放平后的长度是176公分，像是我躺下去就是刚刚好，所以这时候就显示个子不会那么高的优势哦。话说这次还加入了露营模式，所以要车速直接睡在车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他收纳空间的部分，像是萤幕下方有手套箱，这部分必须要透过点选萤幕的按键来开启。不过因为这个功能是常驻在工具列所以是蛮容易找到的。手套箱的下方有着放手机的空间，其中还有一个无线充电。在手机空间下方还有个放钥匙跟小物的空间，这空间还能用门片来隐藏让收纳不会看起来很乱。里面还有2个 USB-C 的充电孔，线材还可以从门片的开孔中衍生出来。中央扶手是有滑动的自杯架，这个设计我觉得蛮好的，不用时就可以直接推进去让前座的空间比较宽敞那4个门边的空间设计都非常的流线很好看，空间也算大。那前座的后方的置物空间是以分层的设计，有保留置放手机的小袋子那中央扶手后方也有2个 USB-C 的插电孔还有一个可以放手机充电的位置，最下方还有一个小储物盒，可以放卫生纸或是其他小物。所以这样有18个空间了吗？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算。总之空间虽小，但是呢设计都算是很精巧的其实一台车让消费者感到是不是很智慧，车舱的智慧系统就非常的重要。这台像是大平板的中央萤幕，有着12.3寸的显示器，处理器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155 8核心处理器，其中还提供4年免费的5G 联网。话说听说之前的车款超过4年之后也还没收费，所以这部分会不会超过4年还是免费呢？这个等之后才会知道。另外，当然也支援 OTA 远端更新的功能。这台车机是采用 Google 原生的车载系统，界面设计部分非常的好。它把萤幕分成4个部分，分别为最上方的车辆资讯，中间大面积的导航区块，下方的常用功能还有多媒体区块，最下面一排呢是切换不同界面的快捷键，还有空调操作起来是相当直觉的。既然是 Google 的原生车载系统，当然是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下载软体。不过我好像没有找到 Netflix 这点我想之后应该有机会会支援那所以在车上休息或等待的时候，才能好好看片子追剧Volvo EX30 还有跟 Google Maps 有深度的整合，只要选定了要前往的目的地，就可以看到显示之后剩余的电量，让你比较好规划充电点。
另外，所有的自动辅助驾驶设定，像是单踏板模式、变换车道辅助等等的功能，都可以在上面设定。而大家最关心的电池健康度，现在也直接在车机上就可以看到了。最后来分享驾驶体验。Volvo EX30最让我感到惊艳的就是加速度，420匹马力，时速0到100公里只要3.6秒，几乎就是超跑等级的加速感哦。虽然速限设定在时速180公里，但是这样的加速度在超车时可以更快超越前车，对于行驶安全性上是更好的。而 PA2 自动辅助驾驶也很好用，无论是车道维持、车道之中都很自然。遇到大车时也会往旁边稍稍偏移一点，避免距离太近哦。自动跟车的加速跟减速表现也很自然，测试过程中没有急刹或是急加速的感受。那全速域的辅助驾驶啊，在塞车时或遇到红灯时也非常的好用。前车时停下来就会自动跟随停下来，前车开始动时也会开始往前进哦。另外就是自动换道功能，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只要方向灯打到底就会启动。当它判断车道上没有车辆可以安全换车道时，就会开始换道。那整个过程还蛮柔顺的，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哦。话说 EX30的单踏板模式，当放开电门时，电力回冲力道并没有很强，它会比较接近油电车放开油门的刹车感。对于油车要转电车要适应单踏板模式的朋友，会比较不容易感到紧张哦，会比较接近一些。但对于电车要转到 EX30，可能就要稍微适应一下下了哦。最后，自动停车也是非常的好用。当要停车的时候，只要开启摄影机就会侦测到停车格。当停下来后，按一下要停的车格之后，就会自动停进去。停车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觉得也相当的自然准确。以目前的测试来看，只要辨识到车位，成功率是很高的。当然，这个车格必须要画的比较明显一点，不然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辨识不到车格的状况。结束了今天试驾行程，现在分享一下心得哦。在这台车试驾过程中，最让我觉得满意的地方有几点。第一个当然是整个外形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小巧的。其实很难得可以去找到这么小的 SUV 的电动车哦。那这么小型的 SUV 电动车，无论在停车啊，或者是在市区驾乘的时候，都相对的方便轻松很多。那当然就是停车也更方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自动停车的辅助部分。那自动停车辅助部分，虽然我们在试车的时候，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失败的状况发生啊。不过大部分大概80%-90%都是会成功的哦。所以它整个体验其实算是相对好的。所以这个对于一些比较不会停车的朋友，应该就会非常有帮助。那当然是在自动驾驶部分啊，自动辅助驾驶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在体验上也是相对的舒服哦。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在它开车的过程中，它的电车放掉电门之后的易挫感，就是它的顿挫感，已经没有像是之前其他的车种那么强。但你也可以说，这种东西是电能回收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强。但如果是对于油车想要转电车的朋友，我觉得像它的单踏板模式，或是甚至你把单踏板模式关掉，都非常的贴近油车的感觉哦。当然，你如果是从电车去转到这台电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觉得怎么刹车刹不住的感觉哦。不过从油车转电车的话，那它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再来就是说，这整个市场中其实完全没有小型的电动 SUV 的选项的时候，那这台车其实非常占优势。而且这个小型的 SUV， 它其实就是很多都还是会是从油车去转到电车来，所以它提供了这个比较贴近油车的体验的时候，就会让这些油车感觉到，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动车是舒服的，不会到觉得很卡的感觉，不会觉得心惊胆跳。那整个在内装部分，Google 的原生的一个
Android 系统当然是没有话说，操作起来界面是很棒的哦。不过这边也要讲一个缺点，就在语音辨识的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那这点我想 Vivo 自己也知道，那未来应该也有机会去做改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ivo EX30的试驾。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订阅、分享。我会订阅的。好，谢谢 Tim 哥。好，那以上就这样喽，感谢大家，拜拜。